你是不是也曾经这样，在出发前一个晚上呢，才开始找哪里的自由行怎么排，查了一堆景点、美食、地图，结果呢还是排得头超痛，最后呢就干脆呢随便玩一玩，就错过了一堆好地方。今天我们要来实战示范，要怎么用 ChatGPT 搭配 Google Map， 再搭配 Google 行事历，打造一份呢真正可以用的这个旅游计划。不只是呢把行程排得好，还有呢，每个地点呢，只要点一下就可以导航；每个活动呢，你只要一键就可以加入 Google 行事历，更可以呢帮你直接推荐美食、住宿、雨天备案。今天呢，我们会用宜兰3天2夜作为范例，一步步呢教你怎么问、怎么整理，还有怎么分享。Let's go！在完整生成之前呢，我不太建议大家一次就把指令下好下满，因为呢一开始排出来的行程呢，不见得是你会想要的，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一步一步来。比如说呢，我们首先可以先初步的去做规划，就可以跟他说，请帮我规划一份3天2夜的宜兰自由行行程，出发日是什么时候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，都跟他讲一下。每天呢大概是想要几点到几点就好，住宿地点呢是想要哪一个区域，那请帮你安排呢每天呢3到4个活动，或者想要更多也没有问题。想要少一点也没有问题，记得都要先跟他交代清楚。地点要交通顺畅，不要东跑西跑。这边指的呢不是塞不塞车的问题，而只说在这个行程的切换上呢可以更顺畅一点，不会一下子东南西北到处乱跑，这样呢会花费在交通的时间呢太多。所以呢记得要加入这样子交通顺畅，不要东跑西跑。接下来就会生成了基本的行程，比如说住宿的推荐啊，每一天去干嘛，包括3餐可以吃些什么，这边都有帮你安排出来。初步的部分呢，你可以针对呢不喜欢的部分呢先去做替换，修改好整个行程之后，我们再来往下一步进行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可以再延伸一下，就是每个景点你去的时候呢，是不是想要吃一点小吃，或者是做其他事情？像如果你想要试一些美食的话呢，你可以像这样子，请针对每个景点附近呢，推荐1到2间当地知名或者是值得一试的这个美食，请每个推荐呢都加上店名、简短的特色，然后整合到刚刚的行程表。好，生成完之后，你就可以再检查一次他推荐的这些小吃，那你有没有想要吃或想要更换，或是你就直接保留下来，那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当这些内容都没有问题之后，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呢，就是要让我们这个旅游规划书呢，不只是看，而且是要变得好用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让它去加入呢 Google 地图的这个连结，把它送出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加上 Google 地图连结之后呢，这边呢就有相关的连结可以直接去点击。那每个住宿建议啊，每一天要去的地方，你点击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跳到 Google Map， 然后直接进行导航。那除了地图连结之外呢，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可以再往下进行，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每个活动呢再建立 Google 行事历的这个连结。这个连结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点击之后呢，可以再把这个活动加到你的 Google 行事历里面去。每个行程加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在你的手机上面呢，用行事历的方式直接查看。我们先来试给大家看一下，给他这个指令之后呢，把这个超连结呢加到这个时间上。好，我们来试看看。好，这么一来呢，我们就完成了基本的旅游规划书咯。这个呢，可以从时间去点击加入行事历，从地点点击呢，可以前往 Google Map 导航。不过呢，我们刚刚呢忘了加了饭店的资讯，因为它前面开头有推荐我们，但我们还没有选择。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最后饭店呢再加进去。你就直接讲说我饭店要住哪里哪里，然后直接加进去就好了。加完之后呢，大概就会呈现这样子，它就比较简洁一点，跟我讲说其余行程不变，但其实整份行程都是有保留的啦，只是让你知道一下加入这个饭店之后的资讯会长什么样子。也就是呢，你这些行程呢一样，每次你结束之后就可以点这个礁溪韩木酒店，透过 Google Maps 导航，然后再回去。最后我们就要来输出来使用，我们指令可以这样下，整份行程呢，我想要输出到 Google Docs， 然后可以用 AppScript 指令，然后用超连结的方式呈现时间跟地点，然后用表格呈现。接下来它就会产生一段 Google AppScript 的这个完整的程式码，你不用管这些代码是用来做什么，你就是直接点击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复制，复制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到 Google 云端里面新增，然后更多，这边有个 Google AppScript， 不论出现什么呢，现在不用管它，你就建立指令码，或者呢，你可以点击左上角新增档案，然后指令码。那初期呢，会有一个指令，你不用管它，把它删掉，贴上我们刚刚 ChatGPT 提供给你的这串指令，然后把它储存起来，然后执行。这时候会要求审查权限，你就点击，然后选择你的账号。这时候如果出现这样的话呢，你点击左下角这个进阶，然后前往未命名的专案。你不用担心，因为都是你自己的账号里面操作，而且都是 Google 的程式，所以问题不大，也没有什么隐私上的问题。执行完成之后呢，它就会在你的 Google 云端里面呢建立一个新的 Google Docs 出来，也就是我们刚刚的旅游规划书。我们把它点开来
看一下。这份旅游规划书，你看相当的精简，但是其实非常非常好用。你用手机点击也很方便。打开之后呢，像左边它有分3天，那你可以点击你要哪一天的。然后这边呢，时间的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点击超连结之后，它会跳到 Google 行事历，然后帮你建立好。你看抵达饭店，然后你第一个是礁溪车站，你就按储存。然后第二个是什么？12点的中午的行程，点击之后我们可以按储存，你就可以把你比较重要的那些内容呢，都把它储存下来，或者是你全部都储存也可以。我们这边把全部都点击一次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刚加完5月5号的这个行程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5月5号这边所有的行程都会显示在这边。比如说，我们看一下下午1点汤围沟公园，除了有显示时间之外呢，这边地点也都帮你加入进去了。10分钟前呢会做提醒。好，我点了地点之后呢，就可以去进行导航。如果你在手机版上面的话，就会直接跳成Google Maps。 那如果呢你不想要透过行事历这边去操作 Google Maps， 我们刚刚建立的旅游规划书一样，在地点这边呢地图都已经可以直接点击了，然后就可以跳到 Google Maps 去进行规划路线或者是导航一些动作。不过呢大家这时候呢应该最后会提出个疑问，这个行事历呢一个一个这样点击加入是不是太累人了一点？这个呢做法呢目前这样的旅游规划书版本呢是适合呢，如果你是同时家族旅游，那大家想要参加的行程有点不太一样的话，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想要去的行事历去加入就好。但是呢如果你是想要大家都统一这个行事历的话呢，我们有另外一个做法。我们可以回到 ChatGPT 呢，叫它呢帮你一次性的把所有的内容都加到你的 Google 行事历来，这时候就可以产生一段呢 Google Apps Script 的程式码一样呢，你就不用管它是什么东西，你就先把它复制下来，回到我们的专案。我们刚刚的那个内容呢，可以直接把它清掉，然后贴上新的，按下储存。这时候我们按执行，一样会有出现审查权限，那就一样的步骤。好，执行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到 Google 行事历来看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 Google 行事历。如果透过 Google Apps Screen 呢，一次性就可以直接加进来，有没有？全部的连结就都有了。最后的最后，我们再加码一个更进阶一点的，因为呢，像我们刚加入行事历的话，你总不可能让每个人呢都透过 Google Apps Screen 的方式去加入这个行事历。如果是长辈或者是其他人，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怎么去操作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这种我们再换个方式哦。首先呢，预设的行事历通常下面会有个生日或是家庭，甚至你可以再新增一个不同的，比如说我可以新增一个新的叫做家族旅游。好，把它建立日历，建立完成之后呢，可以在这边看到有个家族旅游的行事历。好，我们先保留它就好。好，这边点击旁边的这个小点点，然后设定与共用。好，我们往下拉，找到这边有个日历 ID， 这边整合日历这边有个日历 ID，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修改一下刚刚的指令。除了用 Google Apps Screen 呢，一次性把行事历内容加到行事历之外呢，我们提供那个日历 ID， 让它呢把这个内容是加到我们建立那个家族旅游的行事历里面。好，这边呢产生完之后，我们要把它复制下来，然后一样到专案去进行产生。好，产生完毕之后，我们回到日历来看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它全部都产生出来，而且是产生在家族旅游这边。这个时候你只要点击旁边呢，一样回到设定跟共用，这边只要点击新增使用者，把一起要去旅游的人全部拉进来，那他们的行事历呢就会出现家族旅游这个共用的行事历，那所有的行程规划就会显示在大家的行事历里面咯。你看，我们不是呢只是排了个行程，而是呢做出一份你真的可以用来出游的完整的规划书。点一下打开地图，点一下加入行事历，再一键呢转成 Word 或者是简报，甚至呢直接查好了饭店、美食还有相关的备案。这个呢我觉得才是真正把 AI 用在生活里面，而不是呢只是问 ChatGPT 推荐去哪里玩，而是做到你下周就可以直接出发了这种程度哦。你准备好用 ChatGPT 生成行程去哪里玩了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。喜欢这类实用 AI 教学的话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出去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